俄乌还没有实现停火，另外一个坏消息传遍了亚洲。新加坡防长发出了警告，一旦亚洲爆发冲突，这破坏性远比俄乌冲突要严重，未来10年很关键的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康许说。俄乌冲突的爆发助长了全球的动荡趋势，欧洲成为继中东之后世界的又一大火药桶。当前，世界各国应当竭力将俄乌冲突引入正途，尽早的让欧洲恢复和平。那当然了，除了关注当前的冲突局势之外，我们还应该展望未来，防止类似的悲剧重演。近日，在俄乌冲突尚未停火的背景之下，一个坏消息传遍了亚洲。新加坡防长黄永红就表示，如若亚洲地区爆发战争，它的破坏性远超俄乌冲突。伴随着中国崛起势头的加快，亚洲地区也在逐步的演变为国际热点地区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断的插足印太事务，对中国做出威慑性动作，以及发表十分不恰当的挑衅言论。有人会表示质疑，这种情况仅仅只是假设而已。就算承认亚洲地区爆发冲突的威力大过俄乌冲突，但是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又有多少呢？从全球动荡指数来看，中东北非依然是冲突发生的重灾区。但是，如果将时间节点从当前换到未来的话，那么最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地区却是在亚洲。用新加坡防长的话来说，未来10年，各国的首要任务就是避免亚洲爆发战争。那为什么是未来10年这个特殊节点呢？这跟中国的发展之间呢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。不少人认为，按照中国目前的崛起态势，到了2035年，中国可以基本实现和美国是平起平坐了，而这无疑触动了美国最敏感的一条神经。在霸权思维当中这美国将中国的崛起视作其霸权的最大威胁之一，并用尽一切手段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进程。那这些手段就包括勾结南海周边国家，试图再度挑起南海局势争端；勾结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等国家共同插手台海问题，试图借挑衅中方红线问题来达到阻碍对手崛起的目的。而这些手段无一例外都在增加着中美误判的风险。不过呢，有了俄乌冲突这个前车之鉴，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，美国同样会在印太地区复刻一场俄乌冲突，也就是选中一个代理人，激化其同中国之间的矛盾纠纷。因此，网络上常常流传着这样的说法，比如说日本可能是下一个乌克兰，韩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乌克兰，等等等等。这一旦亚洲地区被卷入一场冲突，那么整个世界都会有所牵连。数据统计资料就显示，俄罗斯出口仅占全球总额的2%，而中国则占到了15%左右。一旦中国被牵连进去，那么整个世界的经济市场那都会大受影响。所以说，美国千万别以为自个儿就能够独善其身，印太各国也必须谨慎对待美国的战略，稍有不慎，一场巨大的灾难将可能席卷印太，那甚至是整个世界啊。正如新加坡防长说的，各国应当竭力杜绝冲突的发生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